贵港女孩经历的当街抢人事件，昨天在中国又发生了。这次是发生在江西省宁都县，真正抓他们的人是谁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2号。上一期节目我讲到了6月13号，广西贵港女孩当街哭喊。她首先是被一辆车轻微擦伤，然后周围就冒出一辆救护车，好几个人愣摁在担架上。她高呼是我有乙肝。由于行人把这个视频录下来，而且在国内引起了轰动。当然了，现在全部删的是干干净净。后来舆论压力太大，当地医院说我们是为了施救，现在他已经自愈回家了。但是这个人自始至终没有在网络上发声，这正常吗？目前可以说是生死未卜。而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儿昨天在江西宁都县又发生一起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。当然了，这个视频已经被国内网络同样是删得干干净净。这段视频最早是发在国内媒体上，据拍摄者反映，是在江西省宁都县。这个视频里有3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第一点，现在都发展到不需要任何理由了嘛，找到人就往车上拉。6月13号，贵港女孩好歹是说有个车给碰了一下，碰倒了以后以救护车送医院的名义，现在就是一辆社会车辆，褐色的，下来几个穿迷彩服的民工，就是直接拉人，装都不装了。第二件事，在这个视频的正后方，它就有一个360度的摄像头，大家视频中可以回顾一下。那这些人就不怕自己的脸面被录下来，被去追拿吗？他为什么不怕？一会儿我再跟你讲。第三件事，这个女孩是怎么获救的？根本不是路人拍视频就能解决的，而是爱尔眼科的医生和保安同时过去干预和阻止，撕巴起来了。这些人发现这保安普遍是比较块大，他可能打不过，或者是说不希望再发生出一个双方殴斗，所以他才放手。但这不等于这个女孩就一定获救。这个视频目前在国内媒体已经删得干干净净，但是海外也有留存。下面留言值得咱们来深思。第一件，有人就洗地说，那个女孩讲了，她怕被关到精神病院，那有可能是家人要把她治疗什么网瘾。这个让我看这纯粹属于放屁。这个人一看都20来岁了，旁边一个小女孩说，这个人是我妈妈。实际上说话的和这个女孩岁数差不多，你姐妹还差不多，你说这个妇女这可能吗？这不纯粹就是托吗？第二有人讲这可能是哪位人物看上他的零件了，要过去进行拆卸。这个就是咱们非常惊悚的一件事。也有人讲呢，他可能要被销售到什么徐州山东一个地方，实际上就是铁链女那个命运，直接把你锁起来，直接生了娃娃才可以放，甚至生了娃娃他也不放。那这3种命运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经得起去推敲。我先给你分析一件事儿，就是这儿为什么频发，是不是孤案，一年有多少？我们先看数据吧。
在5年前的2020年2月25号，国内媒体叫今日头条，它举办了一个叫公益活动，叫头条群人5周年沟通会，是中国社命救助院的与头条寻人项目组联合发布《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》。根据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，在整个2020年间，我国走失人口达到了100万。白皮书显示，按平均每天走失人次来计算，2020年我国每天处于走失状态的人次为2739人。这还仅仅是说统计的，失踪走失人口啊，一天就将近2800人了。你看到的只是说让你看到，大多数没有行人的呢，就在山沟里丢掉的呢，或者就在那个晚上丢掉呢，根本就发现不了。这儿你就知道了，这100万人他们都去哪里了呢？我接下来跟你讲的背后真相，可能要超出你的认知了。首先，我们用排除法第二呢，我跟你讲一下技术手段是如何指向一个单一目标的，也就是一个单一方向。根据国内的前刑警爆料，国内它对民众的监控是全方位的，既有摄像头又有手机网络系统，也有人脸识别、什么步态识别。如果这种事儿真的想破案，有2种非常容易破案。一个呢是人口去走私到那个什么外国呀，走私到什么地方，这个只要办案，24小时内他就能追踪到。那第二种呢是像运到什么山区里边给人当生意机器，这个也能找得出你啥时候上的车，你的车的轨迹在哪儿，换的人他都一清二楚，因为这些都不会有死角，尤其是县城的闹市区。所以说贩卖到国外和贩卖到山东、安徽那地方当生意机器，这2条基本可以排除。那有一条是他们不敢碰的，那就是零件的移植了。为什么说这个设想比较超出一般人认知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，好人永远不知道坏人他到底有多坏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位前刑警他这么爆料的，说当每天收到这样报案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查，凡是离家出走的基本都能找到，但有一种是被下边挡住的，那就是他们的审批权限，县局或者是县的刑警大队你必须得到市级公安口开介绍信或者发函，你才能调取相应路段，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天网。你一个县你只能调你那段，只要是一跨县，你必须经市，而市它就形成一个枢纽和开关，你调不调得动，市里说了算，但市里听谁的？他要听更上峰的。如果说上面讲这件事影响稳定，不允许调，他就调不了，调不了的这个案子也就高高挂起来了。这一挂可能就是一辈子，最少几十年。那这些几十年这人去哪儿了，你就不清楚了。这个刑警说得很清楚，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背景，也没有人惦记他，他活着到他化成灰都有轨迹可查。但是如果市里卡住这个人实际上就是人间蒸发了，他在数据上真的实现了失踪。另外呢，我想说一下有些人讲的零件的移植，有这事儿吗？我给你举几个名人。在2004年有个演员叫傅彪，像我们70后看过他的电影和电视剧。他在2024年因为因为肝癌做过一次肝移植，不成功。第二年呢，2005年又做了一次，成功了，回来没多久呢当然也去世了。他只是一个演员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了。你看20年前一个演员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利，他就能够做到连续2年用了2个人的肝，你不觉得这事儿可怕吗？20年后这个庞大的地下市场早已经成熟了。据有些人爆料呢，一个人提出需求到医院满足他，
可能不超过3个月。如果这个人物啊非常关键，我指的是什么？掌握权力的人，或者说权力身边的人呢，他也许1个月就能给他找到配型成功的人。现在这效率啊，它就是这么高效。给你举几个例子吧。有一个叫做高占祥的，他在1983年啊到1986年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，86年到96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。这个人物啊，充其量他就是一个副省级嘛，还没干到正部级呢。那他呀，有句话怎么说的？你看看哈，这是他的副秘书长朱永新有一个追悼会上讲，这些年来高占祥一直在顽强的与病魔做斗争，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。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，但是疫情前的他仍然精神矍铄、思维敏捷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完全不像一个病人。他才死了没多久，是疫情期间死的，他自己说的。他身上的零件换了好多，都不是自己的。说这话的人呢，副秘书长是现在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朱永新啊。这个人我见过真人，虽然我没跟他打过交道，因为什么？他曾经在苏州市担任多年的副市长，他是一个民主党派，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他的手下之一。这帮人啊是不会随便说的。一会儿我放一下那个图片，你能看到。那我们再看第二个。国内有一个名女人呢，叫红花啊，长得形象挺有特点的。她呢，容易说实话。她有一段这个回信息，我也给打在屏幕上。有记者就问她说：“现在有人反映你妈妈换的那个肝脏是一个死刑犯，是不是？”她当时就不乐意了，回信是这么说的哈。我勉强把车停在路边问清状况，这种事儿是令人发指的。然后呢，他主要是想洗脱自己的罪名，说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妈妈身上。镇静下来，我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，这是他的短信内容啊，我是摘抄一下。我母亲的确换过2次肾，她是1995年得肾炎，透析1年多后换肾。第一次换肾是在北京朝阳医院，第二次7年后在上海长征医院，2个医院没有透露肾源。后边才是重点。我作为个人一直非常关注聂树斌案，期待案件有公正的结果，期待一个依法治国的中国。因为我妈妈是1996年换肾，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回答，我妈妈换肾所采用的器官与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关。这是他要说的啊，跟他妈没关系。后边的话呢，他也说出来一些实话，都这么讲的。然而，这并不说明我不用反思整个器官移植的过程。妈妈2次换肾，我们都不知道肾源是哪里，更不要说是谁的。作为病人和家属，我们只是庆幸在需要移植的时候能够及时找到匹配的器官。我们从来也没有参与寻找匹配的器官，也没有打听过器官的来源，这一切都是医生安排的。而我们为什么不参与、不打听？是因为我们有一种预感，这个过程可能不想知道，可能很恐怖。所以虽然我肯定我妈的肾脏与聂树斌无关，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肾脏跟王树斌、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无关。我们都得了选择性的麻木道德症。他说的话，大多数人都能听明白。他没参与，医生就给他找到了。当然了，他有句话没说出口，我想你应该明白，这洪晃的家一定是花了大价钱。首先，他妈妈张汉之是这个老毛的英文老师之一，最后退休应该是副部级。副部级官员啊，也有不少积累啊，这个数也许是几十万，甚至是上百万。刚才我们说了2个高官，一个演员。那如果很多人还不相信，还想给老公洗地的话呢，咱们看看老公内部的人是怎么说的。前几些日子我看了一下沈冰的自述，他讲到了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，政局常委之一啊，他的儿子有一个工作或者有一个生意，就是捞人，因为他爹是管中国的
公检法司国5个部门都归他一把抓。也就是说，有钱你花到位了呀，死人他能活。你要听不懂的话，我明确跟你讲，他有些苦主啊，家人就判了死刑了，有的什么强奸啊，什么虐待呀，有的什么杀人啊，判了死刑啊，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得要完了。但是啊，经过内部的各种什么操作啊，他就能给你减刑，死刑变死缓，死缓变无期，无期能给你减刑，最后能什么保外就医，这个人活过来。当时我看的数据应该是花了3000万人民币，死人呢他就能活。你看这年头，如果亿万富翁想要救自己的命，另一种事儿也能出现，那就是活人他也能够死，因为啊别人花了钱了，他的命也许就换了。那如果你能听明白啊，你就清楚这件事儿绝不是危言耸听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，这个数据啊是韩国人的啊。2017年11月15日，韩国最大日报社朝鲜日报旗下的 KTV 朝鲜播放了该台制作的纪录片，它的名字叫《调查报告7：杀了才能活》。纪录片是对2万名赴中国移植器官的韩国人提供的基础上制作而成。这部纪录片说，韩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32000人。韩国患者赴中国接受移植始于2000年。中国医院开出的价码是肝移植3亿韩元，折合人民币200万，就一个肝200万人民币；肾移植是2亿韩元，折合134万元人民币。中国具有器官移植手术能力的医院有169家，韩国人经常光顾的是8家，都做出口碑来了。其中一家医院3年为3000名韩国患者做了移植手术。这3000个韩国人移植的器官来自哪里？纪录片专门谈到了原辽宁后边就不用讲了，跟我们关联不大。总之啊，你清楚了，无论是国内的高官明星还是外国呀有钱人，因为这种事儿在国外呢你不可想象，有的人啊他不会做这个事情的。但是在中国这个产业链运行了20年，它已经形成什么环节呢？第一，医院啊想要挣这个钱，他就要委托院外的人，甚至是医院某些部门的人啊，你去找肾源。那有一个环节是专门找肾源，这个肾源需要什么呀？需要庞大的数据库，血型啊，它都要配型的。这个配型一定是公权力深深的参与其中。参与其中以后，后边还有什么？后半截呢，就是你既然找到人了，你无论是说先把他撞一下，以抢救的身份把他弄走，还是当街就这么抓走，你有录像啊，后面啊，那就是公安系统要把这录像抹掉，或者是禁止各办案机构去调取。这整个产业链完成了，只要钱花到位啊，这件事儿，这个人在中国事实上他就失踪了，永远的失踪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事儿根源是哪里啊？我明确跟你说，仍然是制度问题。因为集权的眼里，所有的人呢，他都是一个数字，1000，一个人100万都不是事儿，1个亿都不是事儿。如果你觉得大卫给你危言耸听呢，我给你念几个中国的开国领袖吧，现在叫老毛，他曾经说过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其中第一个呢是1951年。中共刚得了天下。1955年2月12日，他给南京方面发了一个回电。南京方面根据2月1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，已杀72人，你再杀150人，这个数目似乎太少。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，国民党的首都，应杀的反动分子应该不止200多人。南京杀人太少，应该在南京多杀。这是对上海、南京镇反工作的指示。刚得了天下就要杀反对者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1951年的3月18号，这是关于天津阵法补充计划的批语啊。
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。我希望各大城市、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。他要大杀，这个人数啊，那就不是几十几百，而是上千了。再往下看，1951年的4月22号，这是转发中央公安部关于镇反的报告。他提到，决定按人口的1/1000的比例，先杀此数的一半，看情况再做决定。中国当时人口1/1000啊，那就是上万了。先杀一半人再说，杀完了以后再看。再往下看啊，绝对会超出你的想象。在1999年的百年潮啊，曾经刊登过。在1956年的8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对波匈事件说：“镇反运动我们杀了70万人，东欧也就没有大张旗鼓的杀人。革命嘛，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？”他听到斯大林杀了100万党干部，他说：“100万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多嘛。”100万人啊，在他眼里啊，就是一个数字。那我们再来看后期啊，可就上亿了。这个是在1958年5月17日下午，在8大2次会议上的讲话。他说：“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，打仗死人我们见多了，人口消灭一半，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。中国人口消灭一半，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，但他认为啊，历史上出过这么多次，很正常。汉武帝是5000万人口，到三国、魏晋南北朝时只剩下1000多万。原子账现在没经验，不知道要死多少，最好死一半，次好死1/3。20几亿人口剩几亿，几个5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，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，取得永久和平，这不是坏事。在他眼里啊，死几个亿，他说过一段时间人又回来了，那这死人就应该死吗？后边说的这已经不是生命了，这变成头发丝了。他提到1958年12月9日在8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，他提到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，这就是消亡一部分细胞。从小孩起就要消亡一部分细胞，这有利于生长。如果没有灭亡，人不能生存。自从孔夫子以来，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啊！灭亡有好处，可以做肥料。几千万上亿的人在他眼里就是每天掉的头发皮啊，人要死了以后啊，人可以做肥料，何来的尊严啊？我们一直啊相信一句话，在好的制度里能够把魔它变成人，在坏的制度里啊，它可以把人变成魔。一句话很多人不愿意听，如果普通人掌握了权力不高吧，你就是做到市委书记那个层面，如果发现自己的肝或者肾有病了需要移植，而秘书处或者是党办就帮他把这事儿办了，那有多少人会选择反对呢？我相信啊，连1/1000的都没有。也就是讲，普通人在这种集权的思想下，他独裁者不关注别人的生命，一般人啊也不关注别人的生命，所以说谁掌握权力啊，谁都会默许。所以说在10几任大国里，每年有100多万人失踪，大多数啊它就是只有一个去向，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没了。好吧，今天这件事儿呢比较沉重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真实的世界。如果想改变，大家一定要改变这种制度，根儿上的问题啊，它才能解决。不然的话，每年100万这种事儿只能会越来越严重。好吧，关于这件事儿，你认同大卫的观点吗？或者说咱们在留言区共同探讨。再见。